虽然他们名为冰雪凤凰，可在楚风看来，他们与传说中的神兽凤凰有着极大的差别。准确来说，他们更像是被冰雪覆盖的巨鸟，但实力绝对不容小觑。最重要的是，伴随着冰雪凤凰出现的，还有暗殿之人，以及那些被他们所控的远古凶兽。冰雪凤凰，想不到你们居然与暗殿同流合污！我远古精灵之前可真高看了你们。精灵国王看着那众多冰雪凤凰之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说道。这位老者虽然是人的形态，可他的身上却依旧有着掩盖不掉的寒霜，骨子里的寒气无法隐藏。看他的样子，应该是冰雪凤凰的首领，只不过他的修为并不如精灵国王，乃是8品5帝。此处不是你们该来的，现在走，倒是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冰雪凤凰的首领以冰冷的语气说道。从他这态度中可以看出，冰雪凤凰似乎的确没有将远古精灵放在眼中。但若仔细想想，若是其他人闯入此处乃是杀无赦的话，那么从他的态度中又可以联想到，他们主动要放远古精灵离开，也有可能是忌惮远古精灵，不能放他们走。然而那位首领话刚说完，一位暗殿之人便开口说道。我们族长说话，用你插嘴吗？然而那位暗殿之人话音刚落，在场的所有冰雪凤凰都将那寒冷的目光投向了那位。此处本就是冰雪交加，很冷刺骨，可是在那一瞬间，所有人都能感觉到这方空间的温度又下降了几十度，并且那一刻，所有人都能看到那位先前说话的暗殿之人身体一颤，随后便不敢再有所言语。暗殿作恶多端，为达目的，可牺牲无辜之人性命。我远古精灵今日便要替天行道，非要铲除了暗殿不可。若是冰雪凤凰执意阻拦，那今日这一战便真的是无可避免了。精灵国王说道。然而就在精灵国王此话刚出之际，那位老者的戒指之中竟然光芒大盛，一道寒光自其中飞掠而出，直射天际。一声刺耳的鸣叫传来，一个足有200多米的冰雪凤凰便凭空而现。200多米的身躯比任何一只冰雪凤凰都要巨大，只不过它的身体并非实体，光芒闪闪之下更像是一个灵魂体。可是这只冰雪凤凰却散发着9品5帝的气息。此刻2只硕大的眼睛更是杀机毕露地扫视着下方，就仿佛远古精灵们稍有动作，它便会发动致命的攻击一般。你若要执意开战，我冰雪凤凰可不会畏惧。冰雪凤凰的族长说道。然而就在这时，毒万物的身体竟然传来一声巨响，随后他的肉身便爆炸开来，直射高空，最终竟在高空化作了一个比那冰雪凤凰还要巨大的毒人。毒液流转，若论恐怖的话，毒万物此刻的形态绝对是要比那只冰雪凤凰要恐怖。难不成你以为我们会怕你？毒万物发出了粗狂的声音。当毒万物此话说出之后，楚风注意到冰雪凤凰们的目光也都是微微一变，尽管他们掩饰得很好，可楚风还是可以看出来，当毒万物展露出自己的实力后，冰雪凤凰们也是有些忌惮了。既然如此，我倒是可以让你们领教一下我冰雪凤凰一族的厉害。尽管已经有所忌惮，可冰雪凤凰却在其族长一声令下，顿时爆发出了汹涌的杀机。感受到那强悍的杀机，远古精灵的众人也是眉头一皱。冰雪凤凰虽然数量很少，可皆是精英，至少此刻站在他们身前的几百只冰雪凤凰全部都是5帝境的存在。尽管他们这边的5帝比冰雪凤凰要多出许多，可若真的要与冰雪凤凰开战，以他们的战力也定然是死伤难免，搞不好会伤亡惨重。毕竟那位冰雪凤凰的族长用戒指是放出的那只冰雪凤凰，不仅是9品5帝那么简单，更是一个不死不灭之身，这是非常棘手的。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远古精灵还是冰雪凤凰都没有率先出手，他们似乎都明白，只要这一出手，双方都将死伤惨重，想回头都回不了。开战之前，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清楚，不知这位族长大人可否回答一下？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却是忽然开口。要战便战，何须废话？一位冰雪凤凰怒喝道。看来他们已经做好了要战的准备，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楚风他们过去了。可有一个叫做淡台雪的姑娘来找过你们？然而楚风并未放弃，而是直接开口问道。而令人们想不到的是，当楚风说出淡台雪这3个字后，在场的冰雪凤凰神情皆是大变，这种震惊的反应比先前毒万物展现出实力的时候可要明显得多。这一刻，所有冰雪凤凰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而那位族长更是凝重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此事？我不仅知道淡台雪来找过你们，而且他还拿着一个寒雪笔。我虽不知道他来找你们所为何事，可若是他有来过，可否告诉我他的下落？楚风从冰雪凤凰的反应中已然确定，淡台雪肯定来过此处。你与他是什么关系？那位族长问道。我们乃是朋友。楚风说道。你叫什么名字？那位族长继续问道。晚辈楚风。楚风抱拳说道。你是楚风？听得此话，那位族长顿时一愣，可是很快的，便在那苍老的眼中却闪过一抹警惕，眯着眼睛说道。你说你是楚风，那你便是在欺骗我。欺骗？不知前辈此话何意？楚风问道。楚风我倒是听过，可是你的修为却要比他高出许多。那位族长说道。真是笑话，5只圣土这么多人都在这里，谁不知道他就是楚风？然而那位族长此话一出，却换来了远古精灵以及5只圣土众位高手的嘲讽。如今楚风名震5只圣土，而他的画像更是早就传遍天下，当今的5只圣土还真没有几个人是不认识楚风的。可是现在这大名鼎鼎的冰雪凤凰竟说楚风是假的，他们也实在是觉得可笑。前辈，在您的印象中，我是不是不应该是5帝的修为，而更应该是一位武王巅峰，最多只是半帝境而已，对吗？楚风说道。听得此话，那位族长双眼再度眯起，似是在思考着什么，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我若没有猜错，应该是淡台雪与您提起的我。而事实上，几年之前，晚辈的修为的确连半帝都未达到。不过
现在站在您面前的就是真正的我。我想淡台雪应该也只有我这么一个叫做楚风的朋友。楚风说道，你说你是楚风，那你应该很了解淡台雪。那位族长说道，您不妨问问我关于淡台雪的问题，我若能答对便是真的，我若答不对，那自然便是假的。楚风说道，冰雪族长，不要与他废话，此子诡计多端，眼下是拖延时间，怕是有什么阴谋。发现苗头不对，暗殿之人赶忙劝道，闭嘴。然而那位话还没有说完，冰雪凤凰的族长便对怒喝一声，甚至怒喝之中夹带威压，将那位暗殿之人震得倒退数步之后瘫坐在了地上。而对于暗殿之人的惨状，那位族长却是不予理会，而是笑着看向楚风，说道，那你可给我听好了。随后那位冰雪凤凰的族长的确问了多个关于淡台雪的问题，其中也包括淡台雪与楚风共同经历的事情，而楚风皆是对答如流。楚风小友，竟真的是你。当最后一个问题回答之后，那位族长竟满面狂喜，一个闪身便来到了楚风的身前，紧紧地抓住了楚风的肩膀，笑得那叫一个开心。而眼见着冰雪凤凰的族长不仅直接来到他们的阵营，还抓住了楚风，远古精灵的众位强者则是眉头紧皱，便要出手。可是洞察秋毫的精灵国王却是赶忙传音制止。事到如今，他也早就看出这位冰雪凤凰的族长似乎与那叫做淡台雪的姑娘关系不浅，而当确定楚风的身份后，他对楚风也是敌意全无。他隐隐间有着一种预感，也许冰雪凤凰这个难缠的对手，楚风也能够解决。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家人了。果不其然，那位族长此刻很是激动，看着楚风不仅没有了之前的敌意，简直就像是在看亲人一样，那叫一个亲切啊！前辈，看来淡台雪就在你冰雪凤凰族中。楚风此刻也很是高兴，经过先前的对话，他已然确定淡台雪不仅来过此处，而且与冰雪凤凰的关系应该不错，否则不会将那么多秘密告诉给这位老者。你要去看看他吗？那位族长说道。那样自然是好。楚风说道。等一等。那位族长说话间，将戒指取下，交给身旁一位同样是8平5地的强者，低声说道，若是他们轻举妄动，格杀勿论。说完这句话，他才看着楚风说道，楚风小友随我来。话罢，他便转身去。楚风见楚风竟真的要随他去，练兵仙人他们则是很不放心。诸位前辈放心，我去就来。而楚风则是做了一个安稳的手势，随后头也不回的便跟了过去，在那位族长的带领下，来到了冰雪凤凰的族内。那是一个建在雪山之中的建筑群，而淡台雪所在的乃是一个守卫森严且极为华丽的冰雪城堡。在楚风来看，淡台雪所在的城堡应该是冰雪凤凰族内最好的城堡。只不过当楚风进入其中，看到淡台雪后，却顿时眉头紧皱，目光变得很是不安。因为淡台雪如今躺在一个冰雪大床之上，那冰雪大床寒气逼人，却又光芒流转，一看就知道是一件少见的宝贝。若是在这张大床上睡觉，不但不会被冻伤，反而会对身体有着极好的淬炼效果，不仅可以增强体质，甚至还可以提升修为。而楚风之所以如此担心，那是因为淡台雪虽然躺在这张冰雪大床之上，可却陷入了沉睡。楚风一眼就看出淡台雪不仅是简单的沉睡，她更像是中毒了。怎么会这样？楚风凝重地问道。楚风小友，你与首领大人既是朋友，那我也就不瞒你了。那位族长说道。首领大人听得这4个字，倍感吃惊。尽管他已经猜到淡台雪与冰雪凤凰的关系不错，但却没有想到淡台雪在冰雪凤凰这里得到了这样高的地位。首领大人，那岂不是说淡台雪是这些冰雪凤凰的领导者？没错，淡台雪便是我冰雪凤凰一族真正的主宰者。似是知道楚风所想，那位族长确定地说道。这一刻，哪怕楚风也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楚风真的是少有的感到了震惊，因为这件事当真是超乎了他的想象。而后，在那位族长的讲述下，楚风知道了关于冰雪凤凰过去的一些事情。原来，冰雪凤凰这个5只圣土最神秘的妖兽之所以如此强大，也是有着特殊原因的。因为冰雪凤凰与远古精灵一样，是远古时期便存在的种族，它们乃是远古时期的产物。远古时期太过久远，但据冰雪凤凰留下的史记可以得知，那个时候的冰雪凤凰一族可不是什么顶尖的存在，相反，在远古时期，他们非常弱小，乃是常常被欺凌的小种族而已。一日，冰雪凤凰得罪了远古时期非常厉害的种族，险些遭受灭族之灾，是一位人族强者救了他们。那位人族强者不仅拯救了冰雪凤凰，更是以冰雪凤凰的身份，长期的待在冰雪凤凰一族之中，带着冰雪凤凰打天下，让本受尽的冰雪凤凰在远古时期也是有了一席之地。尽管那位是人族，可冰雪凤凰却是其为首领，且也一直以首领相称。但有一日，那位人族首领忽然离开了，他离开之前带走了冰雪凤凰的至宝之一寒雪笔，且对冰雪凤凰说，日后若有人带着寒雪笔来此，且是淡台之姓，那便是我之后人，请冰雪凤凰一族一定要善待我之后人。事过多年，那位人族首领再也未曾出现过，他的后人也未曾出现，可冰雪凤凰一族却始终记着这件事，并且记得很牢，并且在冰雪凤凰祖上传下来的祖训是，不管日后那位人族首领的后人是何等修为，是何等品行，可只要其带着寒雪笔来找到冰雪凤凰，冰雪凤凰就要奉其为首领，听其调遣，唯命是从。而事实上，冰雪凤凰一直守着万里雪域，也是因为这个祖训。至于淡台雪，来此之前并不知道冰雪凤凰之中会有着这样一个祖训，因为他在寒雪笔得到的信息是，只要带着寒雪笔找到冰雪凤凰，便会得到帮助。所以当淡台雪来到此处，却被冰雪凤凰奉为首领后，他也是非常的意外，有些难以适应。但在冰雪凤凰的执意要求之下，他却也只能接受了这个事实，并且还计划着
日后要率领冰雪凤凰进入五只圣土的帝王领域去帮助楚风。这也是为何冰雪凤凰都会知道楚风原因。可是好景不长，在冰雪凤凰用特殊手段想要帮助淡台雪快速提升修为的过程中，竟然失败了。淡台雪也因此陷入了沉睡。而因为这种情况之前也曾有发生，且有着应对之法，所以当时冰雪凤凰也并未慌乱，只是让淡台雪躺在冰雪凤凰的至宝寒雪床上。在他们看来，只要在寒雪床上静养，淡台雪总有一日会醒过来。又因为淡台雪沉睡，而冰雪凤凰又希望等淡台雪醒来后，由淡台雪亲自带着他们去找楚风，所以冰雪凤凰便也从未想过去找楚风。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淡台雪竟始终未有苏醒的迹象，并且身体越来越糟，已经超出了冰雪凤凰可以掌控范围。无奈之下，已经数万年未曾离开过万里雪域的冰雪凤凰决定去外寻找强大的戒灵师来帮助他们救醒淡台雪。而五只圣土最强大的戒灵师自然便是通天仙人，只是通天仙人常年闭关且居无定所，最重要的是不理凡事，所以根本就找不到。这种情况下，冰雪凤凰只好退而求其次，前去找灭世仙人帮忙。只不过灭世仙人来了之后，对于淡台雪的病情也是无能为力。就在冰雪凤凰快要绝望的时候，灭世仙人却将暗殿殿主引荐给了冰雪凤凰。暗殿殿主来到之后，倒是稳定住了淡台雪的病情，可是却也未能让淡台雪苏醒过来。他说淡台雪的病并无大碍，只是想要苏醒，却要慢慢调理，而他可以治好淡台雪的病，但有一个条件，必须让他将暗殿建于万里雪域之中。因为见淡台雪危险的病情得以好转，冰雪凤凰已是对其感激万分。那个时候就像是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自然便答应了暗殿殿主的条件。再后来，暗殿殿主又提出要与冰雪凤凰结盟，冰雪凤凰也是毫不犹豫的便答应了。可暗殿殿主越来越过分，后来竟然还要求让冰雪凤凰帮着他们对付远古精灵。对于这种条件，冰雪凤凰自然一口拒绝，而暗殿殿主也很识趣，从此再也没有提起过。而前些时日，暗殿殿主再度派人来说，远古精灵要攻打暗殿，让冰雪凤凰帮忙抵挡。本来冰雪凤凰也是要拒绝的，毕竟冰雪凤凰就算很是强大，可也清楚远古精灵的实力，不想因为暗殿而与远古精灵结仇。可暗殿却以淡台雪的安危做要挟，而淡台雪又的确是冰雪凤凰的软肋。再考虑到若是暗殿真的被远古精灵击溃，暗殿殿主死去的话，也许真的无人可以医治淡台雪的病。无奈之下，冰雪凤凰只能应下，所以才发生了之前冰雪凤凰阻拦远古精灵大军的一幕。暗殿殿主真是卑鄙！得知经过，楚风忍不住愤怒地咒骂一声：“楚风小友，此话怎讲？”听得此话，那位族长则是神情一变。暗殿殿主也许的确帮助淡台雪缓解了病情，可是按照常理来算，淡台雪应该早就苏醒了。他迟迟没有苏醒，因为他体内有着一种毒药，是那毒药让他无法苏醒，而这毒药应该是暗殿殿主所放。因为按照前辈所说，就算你们帮助淡台雪提升修为失败，也只会导致身体受创，但绝对不会中毒才对。楚风说道：“不会中毒，绝对不会中毒。”那位族长点头说道：“那这就对了，淡台雪体内的毒定是暗殿殿主所放，而他之所以不让淡台雪醒来，就是想用淡台雪牵制你们。”楚风说道：“牵制？为何要牵制我们？我们请他来就是为首领大人治病的，他怎么可以这样做？”那位族长一脸的愤怒，毕竟若是他彻底医治好淡台雪的病，让他醒过来，那你们就算反悔将他们赶出万里雪域，他们也是没有办法的。可是若淡台雪的病始终不好，你们就必须要依赖他，所以他自然是要好好的把握住淡台雪这个筹码。楚风解释道：“该死，真是越活越糊涂，活了足足上万年，我竟然被一个小辈利用了。我自己被利用也就算了，竟然还害得首领大人被毒物所侵害，我真是愚蠢至极。”得知此事，那位族长不仅愤怒，同时也很是自责。前辈莫要担心，这毒虽然厉害，可却只是让淡台雪沉睡，而没有伤害他的身体。待我将毒取出，淡台雪便会醒来。楚风说道：“当真？”听得此话，那位族长一脸吃惊，随后问道：“楚风小友，你也精通戒灵之术？晚辈的确是龙纹戒灵师。”楚风笑着说道：“真的？”那位长老再度问道：“晚辈不敢欺骗前辈。”楚风又是笑着说道：“那楚风小友可有把握驱除首领大人体内的毒？”那位族长问道：“我有99%的把握。”楚风自信地说道：“既然如此，那便劳烦楚风小友尽快为首领大人驱毒。”那位族长忍不住催促起来，只要想到淡台雪的体内竟然有毒物，他便很是不安。只不过尽管他在催促楚风快点出手，但看向楚风的目光中仍是有着几分疑虑的。不管怎么说，他都可以确定淡台雪的病情很不简单，否则早就醒了。而楚风如此年轻，真的能够帮助淡台雪苏醒吗？说的简单一点，他其实没有那么信任楚风，并非不相信楚风这个人，而是不相信楚风真的能够帮助淡台雪苏醒。所以就算他主动让楚风出手，可也只是想尝试一下，碰碰运气而已。实际上他对楚风所抱着的希望并不大。楚风说做便做，当场便开始布置结界为淡台雪驱毒。只是这毒实在不简单，非常的隐秘，竟藏于丹田之内，也就是楚风若是换做其他龙纹戒灵师，怕是根本无法发现这毒。这毒藏得如此隐秘，也就导致很难驱除，所以哪怕是楚风亲自来驱这毒，也是用了足足1日的时间才成功。这便是内毒。楚风将一个只有灰尘大小的物体拿到了那位族长的面前，那魏族尝试力极好，尽管那物体很小，可他也是一眼便看出那的确是一种毒药。暗殿啊，暗殿，真是该死！而亲眼看到这毒之后，楚风在那位族长的眼中看到了翻江倒海一般的杀意，这种杀意
楚风完全可以理解，他们若只是被欺骗也就算了，在被欺骗的同时，被视为最重要的人竟然被人所害，这是他们所无法容忍的。而就在这时，一道女子的声音忽然传来。当这个声音响起之后，楚风与那位族长皆是身体一颤，就像是被雷击了一样。毕竟此处除了他们两个男子之外，唯有的一个女子，那便是沉睡的淡台雪。醒了，沉睡许久的淡台雪醒了。二人仔细一看，淡台雪果然醒了，不仅醒了，此刻已然坐起身来，且正在揉擦着自己的眼睛。而当其睁开双眼，看到楚风之后，小脸之上顿时满是失望。对于淡台雪这满脸的失望，楚风也是一愣，有些不明所以。至于那冰雪族长则同样如此，他们都不明白淡台雪为何会失望。他看到楚风应该是惊喜才对啊。而就在楚风与冰雪族长不解之际，淡台雪则是低头说道：“竟又是一个梦。梦原来是淡台雪将眼前的景象当成了一个梦，所以才会失望。看来你的确是做了不少梦。”见状，楚风则是来到了那寒雪床前，有些心疼地看着淡台雪，说道：“但现在并非是梦，淡台雪，我是楚风，我来找你了。”楚风听得此话，淡台雪猛然抬起头来，且一双手紧紧地抓住楚风，用那双眼眸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打量起来。而这一番观看，他可以确定，眼前的人的确就是楚风，这并非是梦境，这绝非梦境。梦境中的楚风不可能如此真实。楚风确定楚风就在眼前之后，淡台雪的双眼竟然湿润了。这个丫头向来坚强，可是这一次她居然哭了。看到这样的淡台雪，楚风又是心中一酸。他意识到那毒药也许有迷幻的效果，所以他便能够确定，淡台雪这段日子虽然始终沉睡，但怕是也过得并不好。他这段时间应该一直是在梦中度过。而淡台雪如此聪明，明知道那是梦，却又不能摆脱那些梦，想来那是非常痛苦的。想到这里，忍不住将淡台雪抱入怀中。他知道这个时候淡台雪最需要的便是一个温暖的怀抱，而楚风作为淡台雪最亲近的朋友，在这种时候理当给予淡台雪一个温暖的怀抱，让她有个寄托。果不其然，当楚风抱住淡台雪后，淡台雪也并未反抗，反而乖巧地躺入了楚风的怀中，就像是走失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家一样，并且他还紧紧地抓住楚风的衣服，像是怕楚风会离去一般。抱歉，我来晚了，若是早些来，你也不必睡这么久。楚风很是抱歉地说道。见到这一幕，那位冰雪族长也是满面笑意。虽然淡台雪醒来，他很是高兴，有很多话想对淡台雪说，可此刻的他却并没有说，而是悄悄地走出房间，关上了房门。他先是擦拭了一下眼角，那里竟有着2滴眼泪，只不过那是喜悦的眼泪，是在见到淡台雪苏醒后发自内心而高兴，从而产生幸福的眼泪。只不过在擦掉眼泪之后，这位族长却是目光一闪，而在那目光之中，则是再度涌现出浓郁的杀意，低声说道：“好一个暗殿，我定要你们付出代价。”距离楚风离开已过去了足足1日，且音讯全无，这让远古精灵这边不得不担心楚风的安危。就算楚风走之前是笑着走的，可他们却也信不过冰雪凤凰，毕竟冰雪凤凰已与暗殿联盟，立刻让开，或者现在就将楚风小友交出来，你们选一个，否则后果自负。忽然一声怒喝响起，震得大地都是一颤，空中的雪花都是一滞。是精灵国王，他已经与冰雪凤凰商议许久，可对方始终不给明确答复，因实在担心楚风，这才出言威胁。精灵国王，我想你搞错状况了吧？你真的以为你带这么多乌合之众过来，我冰雪凤凰便会怕你吗？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若是想要开战，现在便可以出手，但也会如你所说，后果自负。那位同样是8品武帝，但却并未领主的冰雪凤凰一脸自信地说道。相比于冰雪凤凰的那位族长，这位似乎更不惧怕远古精灵，所以他说这话的时候，还特意看向了一眼天际之上，那只9品武帝级的冰雪凤凰似是被其所控。那只巨大的冰雪凤凰忽然发出一声刺耳的鸣叫，与此同时，2只巨大的翅膀猛然扇动，顿时狂风卷起，那狂风席卷而下，雪花滔天，寒气逼人，远古精灵的大军顿时被吹得左摇右晃。幸亏精灵国王赶忙用自己的力量抵挡，否则单单是那风力便足以让他们溃不成军。你这是要开战吗？精灵国王沉声问道。对方如此不将他们放在眼中，若不是考虑到楚风在他们手中，精灵国王早就出手了，毕竟他们来此之前就已经做好了与冰雪凤凰一战的准备。随你怎么想。而那位手持戒指的冰雪凤凰依旧是淡淡一笑，一脸的不以为然，一直都觉得远古精灵很有种，今日一见也不过如此嘛。而眼见着冰雪凤凰如此轻视远古精灵，远古精灵却依旧不出手，那些暗殿之人则是发声嘲笑，你们这群该死的畜生。眼见着暗殿之人竟然胆敢嘲笑他们，远古精灵的众位高手纷纷亮出各自的兵器，便要对其出手。住手，冷静一点。然而就在这一刻，精灵国王却是沉声一喝。在楚风没有回来之前，他不确定楚风是否出现了不测，但他知道楚风肯定是在他们手中，这种情况下当真不能随意出手。若是冰雪凤凰真的已经对楚风如何了，那发生大战也就算了，但若楚风如今什么事情都没有，他们这边反而开战，并且对冰雪凤凰大开杀戒，那么就算楚风现在没事，以后也肯定会有事。来啊，出手啊，搞来这么多人，还弄那么多石头怪物，原来是虚张声势而已。暗殿之人继续讽刺的大笑。然而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忽然从天而降，而当那位落地之后，人们才发现那位正是冰雪凤凰的族长。拜见族长大人。冰雪族长现身，所有冰雪凤凰都是参拜失礼。可以看得出来，冰雪族长在冰雪凤凰一族之中威望应该极高。冰雪族长
不知楚风小友现在何处？而见冰雪族长归来，楚风依旧没有出现。精灵国王也是忍不住追问起来。至于冰雪族长，并未直接开口回答精灵国王的话，而是从那位手持戒指的冰雪凤凰手中将戒指取回，戴在手上后，对着天空一指。那戒指光满四射之间，笼罩虚空。在那光芒之下，那只强大的冰雪凤凰竟化作一道流光，回到了他的戒指之内。当那只强大的冰雪凤凰消失后，那刺骨的寒意以及滔天的威压也是随之消散。让路！随后，那位冰雪族长又是对着其族人大喝一声。尽管那些族人不明白他们这位族长是何意思，但却不敢违背，所以赶忙让开一条宽阔的大路。而连冰雪凤凰都不明白这位族长大人是何意思，那么如精灵国王他们则更是不解。诸位，楚风小友正在族内等着你们。现在我以冰雪凤凰一族族长的身份，邀请你们到我冰雪一族做客。冰雪族长对精灵国王说道。听得此话，远古精灵的联盟大军之中，无一不是大吃一惊。怎么回事？先前还是剑拔弩张，要与他们生死一战，怎么现在又邀请他们到族中做客了？这变化也未免太快了吧？尽管很是意外，但毕竟对方已经收回了那唯一能够威胁他们的冰雪凤凰，所以他们也是感受到了冰雪凤凰一族的诚意。有劳。于是精灵国王便率领着远古精灵的大军向冰雪凤凰一族的领地挺进。你们怎么回事？店主大人让你们来此，乃是拦住他们，你们怎么放他们过去了？然而见到这一幕之后，暗殿之人则是坐不住了。冰雪凤凰听令。然而这一刻，冰雪族长却是大喝一声，随后将阴冷的目光投向暗殿之人，令道：将暗殿之人格杀勿论。听得此话，莫说暗殿之人傻眼了，远古精灵们傻眼了，就连冰雪一族也是一愣。怎么回事？与他们化敌为友也就算了，现在居然还要斩杀暗殿之人，杀掉他们之前的盟友的，这不是在做戏吧？莫非是有什么阴谋？远古精灵的众人皆是猜测纷纷。杀！然而尽管很是不解，可是冰雪凤凰们却没有违背族长的命令，纷纷亮出各自的兵器，便对暗殿之人开始大开杀戒。你们居然背信弃！不，暗殿之人哪里是冰雪凤凰的对手？此刻能做的除了呼喊与求救之外，便是对冰雪凤凰的咒骂。但是这却改变不了事实，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暗殿之人以及那些远古凶兽很快便被冰雪凤凰屠杀殆尽，甚至连一具完整的尸体都没有留下，有的只是道道鲜血凝固在冰霜之上。而亲眼看到冰雪凤凰的手段之后，远古精灵的大军中的许多强者此刻也是不由自主地倒吞了一口唾沫。正所谓耳听未虚，眼见为实，刚刚的一幕让他们真正的体会到了冰雪凤凰的强大与凶残。这一刻，他们的心中都有着一丝庆幸，庆幸先前没有冲动的与冰雪凤凰开战，否则以冰雪凤凰的实力，就算他们能够赢过冰雪凤凰，可也定然是要损失惨重的。诸位，请。而这一刻，冰雪族长则是走到众人的前面，亲自为精灵国王他们引路。国王陛下，这一切变化太快，众人还没有缓过神来，于是纷纷看向了精灵国王。这一刻，精灵国王则是灿烂一笑，这才说道：定是我们的楚风小友，在一度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无形之中便帮我们赢了这一局。依我看，冰雪凤凰不仅不再是我们的大敌，怕是还要成为我们的盟友。听得此话，众人才是恍然大悟，仔细想想，能够在短时间之内让冰雪凤凰有如此大转变的，也就唯有楚风了吧。而当确定是楚风帮助他们扭转战局，让这本是他们大敌的冰雪凤凰转眼间成为他们的盟友之后，人们当真是喜出望外，却又震惊不已。就这样，远古精灵的联盟大军最终被接到了冰雪凤凰的领地。因为冰雪凤凰的领地不是很大，所以大军只是驻扎在领地之外，但冰雪凤凰却以上宾之力相待，准备了上好的食物与酒水，给远古精灵的联盟大军品尝。那食物与酒水可都不是寻常的食物，而是能够补充精神力与武力，甚至短时间内提升一定战力的宝贝。而在远古精灵的联盟大军得到款待之际，如精灵国王、4大元老、8大护法以及练兵仙人这些顶尖强者，则是被邀请到了冰雪凤凰的领地之中。在冰雪凤凰的领地之中，有着一个浩瀚的广场，此刻这广场之上聚集着冰雪凤凰的所有高层。冰雪族长有事将要宣布，诸位，真是抱歉，是我无能，被暗殿店主利用。而当所有人都聚齐之后，冰雪族长则是以一个高亢的声音开始对众人讲述起暗殿之人是如何利用他们，而事实的真相又是如何的经过。因为冰雪族长的声音很是响亮，所以莫说冰雪凤凰们都听到了，就连在领地之外的远古精灵联盟大军也都是听到了。果真是楚风小友，只不过冰雪凤凰们得知真相之后，有的乃是觉得的气愤，可远古精灵的联盟大军们有的不仅是气愤，同时也有敬佩。当然，他们敬佩的不是冰雪凤凰，更不是暗殿，而是楚风。因为事到如今，他们可以绝对的确定，事情的局面能够发生现在这样戏剧性的变化，的确是因为楚风。若是换作之前也就算了，竟在这种关键的时刻让如此敌人化敌为友，这个意义便是决然不同。想不到楚风小友不仅朋友多，这朋友还都不是寻常之辈啊。此刻张明笑眯眯地说道：的确。而练兵仙人他们也是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与张明一样，皆是笑不拢嘴。先前是一个毒万物，一个差点让远古精灵联盟大军全军覆灭的恐怖存在，而他是楚风的朋友。现在楚风又跑出来一个朋友，而这个朋友似乎更为利奥的，竟然是这5只圣土之中最神秘也是最强大的妖兽冰雪凤凰的首领。交了这么多朋友，而且是这么了不起的朋友，人们真是对楚风佩服不已。
在宣布完事情的经过之后，冰雪族长便开始组织冰雪凤凰的大军，决定要与远古精灵联手，铲除暗殿，以报被他们利用之仇。而在组织好兵力之后，冰雪族长又来到了蛋台雪所居住的城堡之中。进入蛋台雪所居住的屋子之后，发现楚风仍在与蛋台雪进行交谈，只不过此刻二人乃是满面笑意，相谈甚欢，全然没有了之前的伤感。族长大人，我们现在便出发吧。楚风见到冰雪族长后，便主动上前说道。虽然他身在此处，但却也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他知道对付暗殿必须尽快，不能再让他们有所准备。楚风，小友，其实我是想说，你留在此处陪着我们的首领大人即可。对付暗殿，我们足矣。冰雪族长对楚风说道。在他看来，楚风的实力有限，与其随他们出战，倒不如在这里安全。然而楚风却是摇了摇头，说道：这件事与我有着极大的关系，我无论如何都要去，就算出力有限，可我也要亲眼看着暗殿殿主死去。见楚风这样说，冰雪族长有些为难，但最终还是笑着点了点头道：那好吧。楚风等一等。然而就在二人准备离开之际，但台雪却忽然开口，且对冰雪族长说道：前辈，我有一件事想要求您，请您一定答应我。首领大人，您是我们的首领，您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能做的我一定做的，不能做的也会尽力去做。您说的话我绝不违背。冰雪族长凝重地说道。可以看得出来，他对蛋台雪绝对忠心。听得此话，蛋台雪的脸上才涌现出了一抹放松。随后他自乾坤袋内取出了一个精致的盒子。首领大人，您该不会看到这个盒子？冰雪族长顿时神情一变。前辈，请您应允。而蛋台雪则是高举盒子，猛然跪在了冰雪族长的面前。可蛋台雪还未彻底跪下，冰雪族长便将他搀扶住了。此刻冰雪族长一脸的无奈，似笑非笑，但还是说道：这是属于您的，您想怎么做，我不会阻拦，多谢前辈。听得此话，蛋台雪又一次灿烂的笑了，随后便打开盒子，递给了楚风道：楚风，看一看，能否将其炼化。话音刚落，蛋台雪便将那盒子打开了。盒子打开之后，顿时一股寒意散发开来，而寒意散开之后，楚风可以发现那盒子之中有着一个核桃大小的珠子。这珠子乍一看就像是一个玻璃珠子，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可是仔细一看，哪怕楚风也是神色大变，眼中涌现出浓郁的吃惊。楚风在那珠子之中看到了一个冰雪世界，而在那冰雪世界之中，有着无数只冰雪凤凰正在其中盘旋。而看到这一切后，楚风便能感觉到一股无比浓郁的天地能量自其中散发而出，且扑面而来，并且这股天地能量无比精纯，不含任何的狂暴之力。莫说是楚风，就算是寻常之人也可以吸收炼化。而这天地能量实在是太浓郁了，浓郁到了超乎想象，简直是楚风活到现在所见过最浓郁的天地能量体。最重要的是，如此浓郁的天地能量之中，竟然连一点狂暴之力都不含，这绝对是至宝，一件绝世珍宝，一件无价之宝。哪怕是5之圣土，人人想要得到的地冰，也远不如这颗珠子珍贵。这是震惊之余，楚风忍不住想要追问这珠子的来历。此乃我冰雪凤凰一族的镇族之宝，自远古时期传承而下，由历代族长保管，乃是族长专用的修炼之物。冰雪族长说道。竟然这样贵重。听得此话，楚风心中一紧，他知道若将这颗珠子炼化，自己将得到多么大的力量，而现在他最需要的就是提升修为。这珠子简直就是楚风现在所最需要的。当感受到珠子内那浓郁的天地能量之后，楚风第一想法就是他的修为又可以提升了。但是当其得知这珠子的来历之后，楚风却又犹豫了，因为这珠子对于冰雪凤凰来说实在是太珍贵了一些。楚风小友，我听首领大人说起过，你拥有特殊的手段，可以一口气炼化天地能量，且完美的吸收。而这珠子存在的目的，便是提升我冰雪凤凰族长的修为。可是我冰雪凤凰一族修为的提升，靠的乃是自身的血脉之力，从而进行修炼。而这珠子对我们的辅助效果其实并不大，时至今日，它的意义也只是一个纪念品而已。若是楚风小友真的能够将这珠子完美的利用，将这其中的天地能量全部炼化的话，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况且首领大人已经决定将它送给你，所以现在它已经不再属于我冰雪凤凰一族，而是属于你的。所以楚风小友，你万万不要推辞，若是你真的可以将其炼化，那便炼化吧。冰雪族长笑眯眯地说道。虽然他也舍不得这颗珠子，但却很尊重蛋台雪的决定。楚风，一直以来都是你在帮我，若不是你，我根本不可能来到这里，遇到这些待我如亲人一样的前辈们，让我重新找到了归宿。楚风，让我来帮你一次吧，就像你常说的，若是朋友就不要客气。蛋台雪笑眯眯地看着楚风说道。蛋台雪很少笑，可是今日他却笑了很多次，也许这是楚风认识蛋台雪以来见其笑过最多的一次。见蛋台雪这样说，楚风也是笑了。他不是纠结的人，所以他只是一笑，连谢谢也没有说。而在笑了一会之后，楚风忽然张开大嘴，竟直接将那颗珠子吞入了腹中。楚风小友，你干嘛？快吐出来！就算这珠子内的天地能量很是精纯，可也不能这样做呀。就算是再精纯的天地能量，可如果太多的话，也会产生副作用的。你还是吐出来，一点一点炼化吧。见到这一幕，冰雪族长顿时大惊。然而楚风却是微微一笑，随后盘坐下，双掌合并之间，闭上了双眼。楚风竟无视冰雪族长的话，开始正式炼化那颗珠子。前辈，随他吧。楚风与我们不同，他修炼有着自己的方法。但台雪说道。可就算如此，但这样修炼真的行吗？太冒险了吧。在蛋台雪开口后，冰雪族长倒是不再阻拦，只是依旧半信半疑地看着楚风。他依然不相信楚风能够一口气炼化掉那么精纯的天地能量。然而楚风的身体有着特殊的结界，
所以当那珠子进入体内后，哪怕是这位8品武帝的冰雪族长，也是根本看不透楚风体内的情况。时光飞逝，而楚风这一做便是足足半个时辰。足足半个时辰过后，但台雪也是有些慌张了，因为此刻的楚风开始眉头紧皱，并且皱得越来越深，并且这种情况又持续了足足半个时辰。不过好在这半个时辰过后，楚风那紧皱的眉头忽然舒展，反而在其脸上露出了一抹放松的笑意，且很快睁开了双眼。但台雪，你当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楚风睁开双眼后，便赶忙起身，先是对淡台雪表示谢意，随后又对着冰雪族长抱拳施礼道：多谢前辈，赠我大礼，晚辈日后定会感谢前辈之恩。楚风小友，莫非你成功了？你将那珠子内的天地能量全部炼化了。冰雪族长很是吃惊地看着楚风，尽管他无法看穿楚风的修为，可是楚风的脸色却比之前红润了许多，这种种表现很是反常，至少说明楚风没有受到那珠子的反噬，但这却让他很是吃惊。就算楚风可以炼化那珠子，但也不会这么快吧？前辈请看，这便是那珠子带给我的力量。楚风说话间，忽然衣衫舞动，一股磅礴的气息便席卷开来。而感受到楚风此刻的气息，莫说是冰雪族长，就连淡台雪也是大吃一惊。此刻楚风的气息已不再是2品武帝，而是4品武帝。楚风竟通过那颗珠子连续提升2品修为，直接成为了一位实实在在的4品武帝。楚风小友将那珠子全部炼化，只是提升2品修为。然而吃惊过后，冰雪族长却有些意外，在他看来，楚风绝对是将那颗珠子全部炼化了，只是那样浓郁的天地能量，就算一口气突破到武帝巅峰，也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楚风竟然只提升了2品，这便让他很是不解。前辈，我之血脉有些特殊，想要提升修为，需要的天地能量极高，常人提升修为皆是靠玄功修炼，吸收天地能量，以这种方式感悟修武意图，寻找突破契机。至于修炼资源，终归是辅，因为若是无法感受到突破的契机，哪怕体内积攒再浓的天地能量，也是无法突破。而我之血脉便强在很少遇到突破屏障，自打我之血脉觉醒以来，当真是极少遇到突破屏障，就算遇到，也会很容易便感悟。所以只要我之丹田内积攒出足够的天地能量，便可以提升修为。但我这血脉的弊端，便是需要的天地能量极为恐怖，所以这导致我自打血脉觉醒以来，就不是靠着玄功来吸收天地能量，而是一直靠着外物。到了5之圣土没有多久，寻常的五珠对我已是毫无作用，我只能炼化天地奇物。但是到如今，整个5之圣土已经很少能够找到可以让我提升修为的修炼之物了。而冰雪凤凰一族这颗自远古时期便传下的珠子，却得以让我连续提升2品修为，当真是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楚风对冰雪族长解释道：想不到楚风小友还有着这等特殊的血脉，不过依我来看，这并非坏事，而是好事，竟然可以无需感悟天地能量，感悟突破契机，这怕是无数人可以梦寐以求的血脉啊！冰雪族长听过楚风的话后，眼中竟涌现出了一抹羡慕。淡台雪族长大人，不是我楚风矫情，但你们真的是帮了我一个大忙，所以请你们再受我楚风一拜。楚风此话一落，当真对着2人施以一礼。楚风，你这是干嘛呀？至于吗？见楚风又是道谢，淡台雪竟有些不悦了，而楚风则是嘿嘿一笑，说道：不是我客气，是我太激动了。你知道吗？我在那珠子内不仅得到了天地能量，还感悟了一个禁忌武技。禁忌武技，得知此事，淡台雪与冰雪族长皆是颇为吃惊。待遇到暗殿之人，我再为族长大人展示那武技。楚风说道：好，那我们这就出发。冰雪族长高兴地说道。随后，冰雪族长以及精灵国王还有楚风等人，这个联盟大军便向暗殿的大本营浩浩荡荡地行去。而此刻，在暗殿大本营深处的那座恐怖的宫殿内，雪姬再度出现在了暗殿殿主的身前。你说什么？楚风竟然认识冰雪凤凰一族的丫头？现在冰雪凤凰一族已经与远古精灵结盟了。此刻，暗殿殿主表现得很是精彩，又恼又怒又惊又慌，因为他很相信冰雪凤凰，在他看来，冰雪凤凰的实力，想要帮他拦住远古精灵，那是绝对可以的。但他没有想到，当雪姬归来的时候，竟带来了这样一个消息。不仅如此，依我看，楚风已经救醒了那个丫头，否则冰雪凤凰的那个老头不会一回来就立即灭掉我暗殿之人。雪姬说道。楚风，又是楚风，早知如此，当初在嗜血杀阵内，我就该废了他。暗殿殿主气得脸色发青，连道青筋都冒了出来，他的内心当真是怒火翻滚，简直就要爆炸了一般。他起初根本没有将楚风放在眼中，在他看来，这5之圣土之中，能够阻止他完成大业的，也唯有远古精灵这个绊脚石而已。他真正的对手也是远古精灵。至于和他一样同样来自天外的楚风，他并不担心，只是将楚风当做一个玩物而已。可是现在多个计划皆被楚风所破坏，若不是没有楚风的话，他也许早就灭掉了远古精灵，让暗殿成为了这5之圣土上的霸主。小看楚风的不仅是你，所以你也不必自责。现在的问题是，冰雪凤凰若知道真相，肯定是要对付我们的。相信要不了不久，他们新组成的联盟大军就要来到这里了。而以我们现在的实力，怕是挡不住他们的。所以我们是要现在撤离吗？若是现在撤离，只是你我的话，还来得及。雪姬对暗殿殿主问道。撤离？怎么可以撤离？若是现在撤离，不就功亏一篑了吗？暗殿殿主看着下方，眼中是满满的不舍。雪姬，我若现在强行炼化这些东西，会怎样？暗殿殿主对雪姬问道。不确定，但至少不会死。只是那样的话，会不完美吧？雪姬说道。听得此话，暗殿殿主眯起了双眼，若有所思。过了好一会后，才说道：将灭世还有无量放出来，让我暗殿所有人听令，全力备战。见暗殿殿主做了这个决定，
雪姬则是淡淡一笑，随后毫不犹豫地说道：“遵命。”很快的，联盟大军便来到了暗殿所在之处，这才发现那是一个浩瀚的雪谷，只不过雪谷上方已是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远古凶兽以及暗殿之人，其中一些暗殿之人并没有戴着面具，而凡是没有戴着面具的，几乎都是熟悉的脸孔，那便是灭世仙人、无量仙人、天道府府主、人王府府主以及天道府和人王府的一些当家长老。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人中为首的一位同样没有戴着面具，而这个人此刻也没有掩饰他的修为，无凭无地的他站在首领的位置，很显然他便是暗殿殿主，真是一出好戏啊！本是我的盟友，可现在居然与我的对手站在了一处。楚风，听说这都是你做的好事。暗殿殿主笑眯眯地看着楚风，可这本满是笑意的目光之中，却暗藏着浓浓的杀机。恨，他对楚风的恨已然入骨。我做的自然是好事，而你做的却皆是恶事。楚风说道。好一个恶事！既然在你看来我是恶事做尽，那今日我不妨再做一件恶事。暗殿殿主诡异的一笑，说话间大袖一挥，其身旁便有结界闪过，而那结界闪过之后，有着一道身影浮现在了众人的面前。看到这位，楚风顿时神情一动，因为那位乃是皇帝皇府手的传人段极道。段极道如今都很是憔悴，本就苍老的他，如今可谓憔悴至极，像是一个将死之人。楚风，而当段极道看到楚风，看到远古精灵以及冰雪凤凰，还有各方强者所组成的大军之后，也是神情一变。忽然间，段极道竟是然的笑了，看着暗殿殿主说道：“看来你大势已去，有人来为功夫报仇了。”听得段极道此话，楚风心中顿时一紧。当初段极道与尹功夫是一同被暗殿之人绑走的，可现在只有段极道一个人，而且他又说出了那样一番话，显然尹功夫已经不在了。报仇，这群废物做得到吗？对于段极道的话，那暗殿殿主却是讽刺一笑，而话落之际，他探手一抓，段极道便向其飘去，随后其手掌竟如利刃一般刺入了段极道的身体，抓住了段极道的丹田。放开他！见到这一幕，楚风赶忙大喝一声：“放开他！作为恶事做尽的我，你觉得我会放开他吗？楚风，你是觉得自己是英雄，以拯救这群废物为己任吗？我今日就要让你知道，你是多么的渺小，我想要杀的人，你根本就救不了。”话到此处，暗殿殿主的手掌猛然握紧，只听砰的一声，他便将段极道的丹田捏碎开来。可是丹田被碎，段极道却是连一声哀嚎都没有发出，反而是张嘴大笑，以虚弱的声音对楚风说道：“楚风小友，我本就是要死之人，不用他来杀，我也不会活。只是功夫他们本不该死，杀了这个畜生，替他们报。”然而段极道的话没有说完，其身体便爆炸开来。是暗殿殿主，暗殿殿主不仅捏碎了段极道的丹田，还破了他的肉身，将段极道所抹杀。废物，来报仇啊！看你能做什么！暗殿殿主杀了段极道之后，挑衅地对楚风说道：“杀！”而就在这一刻，一声怒吼猛然响起，与此同时，一道身影也是瞬息来到暗殿殿主的身前，向其发动了攻击。是毒万物。如今身为9品武帝的毒万物，率先向暗殿殿主发动了攻击，来得正好。然而暗殿殿主似是早有准备一般，当毒万物靠近的一刹那，他身上雷芒闪烁，雷霆羽翼与雷霆铠甲已是同时施展而出。不仅如此，他更是身体一侧，在躲开毒万物的攻击之后，猛然抬腿，一脚踹在了毒万物的身上，竟将身为9品武帝的毒万物给一脚踹飞。果然是逆战5品。见到这一幕，楚风双眼眯起，目光中涌现出了凝重之色。因为就算那暗殿殿主在用了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之后，修为可以提升到7品武帝，但按理来说无法与9品武帝抗衡。可是他不仅做到了，反而占据了优势，这说明他与楚风一样，拥有着逆战5品战力。寻常的武帝只是逆战3品，而他比寻常武帝高出2品战力，自然就弥补了境界的不足。忽然之间，又一声巨响传来，且在那声响震慑之际，绚丽的火花如暴雨一般席卷八方。是精灵国王出手了，他手持一把地兵掌刀，对着暗殿殿主的头顶劈了下去，可却被暗殿殿主用一把短剑给挡了下来。那短剑为银色，虽然并非光芒闪闪，却很是精致，浓郁的地威散发开来，让所有人都知道那不是一把寻常的地兵，而是一把极品地兵。你还真以为你能够胜过我？之前不过是骗你的罢了。我若认真起来，你可未必是对手。暗殿殿主冷然一笑，随后便连续出手，手中的一把短剑化作道寒芒，不断的向精灵国王挥砍而去。然而对于暗殿殿主这凶猛的攻势，精灵国王却是冷然一笑，那笑容是那样的讽刺。随后暗殿殿主便挥动着手中的长刀，与暗殿殿主的短剑交织在了一处，一时之间寒芒四射，威压滔天。因为二者不仅仅是在用地兵那样简单，还在不断的施展武技，每一个武技都是竞技武技，威力极强。忽然之间，又是一声巨响，那声巨响之下，地威浩荡，而暗殿殿主竟身形暴退，是被精灵国王击飞了。此刻暗殿殿主脸色很是难看，尽管他先前说了那样的大话，可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二者的这番交手，精灵国王还是占据上风的。来，再战！一击占据上风，精灵国王便再度出手，手中的长刀似是一种猛兽，每当划过天际，不但发出刺耳的呼啸，还会发出致命的攻击。该死！眼见不妙，暗殿殿主便猛然转身，脚下光芒一闪，似是想要逃遁。然而他还未走远，其逃跑的方向忽然传来一声鸣叫，道道狂风夹带着雪花飘洒而下，一只长达200米的冰雪凤凰张着巨口向其飞掠而去。混账东西，还真是欺人太甚！今日本殿主就让你们知道，我可不是你们这群苟活在下界的废物们可以抗衡的。眼见着退路被封，暗殿殿主也不再想着逃走，
反而是恼羞成怒的怒喝一声，手腕一转，又是一把短剑地兵出现。他竟然同时之间使用2把相同的地兵，2把地兵可以相互辉映，所以当另一把地兵短剑出现之后，暗殿殿主的实力也是大增，竟可以一己之力与精灵国王和冰雪凤凰抗衡。冰雪凤凰说到底是至宝所化，虽然是不死不灭，但却显然不敌暗殿殿主，经常被暗殿殿主击退。倒是精灵国王实力超群，有他在，暗殿殿主哪怕战力已是得到提升，可也只能保持在劣势而已。不愧是精灵国王，当之无愧是5之圣土的第一高手。亲眼见到了5帝巅峰的对决之后，人们最深的印象是对精灵国王的赞叹。虽然同是9品5帝，可他的战力显然超越了同境界的其他人。诸位，你们到底是来剿灭我们的，还是来看热闹的呀？就在人们都被精灵国王与暗殿殿主的交手所吸引之时，一道讽刺的笑声忽然响起，是雪姬。雪姬此刻就站在不远处，距离联盟大军已是极为的接近，自然是来杀你的。这一刻，毒万物再度出手了。其实他最想杀的人，并非是暗殿殿主，而是那个雪姬。不错，这样就对了。然而面对毒万物的攻击，那雪姬却又是一笑，随后身形飘渺，如风一般，竟躲过了毒万物所有攻击。这个女人眼见着雪姬竟可躲过毒万物的攻击，所有人都是神情一变。尽管此女还没有展现出自己的修为，但能够躲开毒万物的攻击，便至少说明她也是一位5帝巅峰才对。既是5帝巅峰，当日在远古精灵的领地内，为何要逃？莫非是他早就察觉到了精灵国王前去支援了？此刻楚风眉头紧皱，有些想不通，这雪姬如此强横，为何当初在他率领石头大军前去支援仙喵喵的时候，这雪姬怎么会逃？毕竟楚风率领的石头大军再强，也远不是5帝巅峰的对手啊。而就在下一刻，冰雪凤凰也是率先出手，远古精灵们紧随其后，向暗殿围杀而去。至于暗殿，他们大本营内的远古凶兽极多，且大多是境界极高者，8品5帝级的远古凶兽竟有着数只，而那些远古凶兽更是勇往直前，率先的冲杀了过来，与联盟大军交战在了一处，一时之间竟拦下了联盟大军这方所有顶尖的强者。不过联盟大军人数众多，尤其是冰雪凤凰，虽说数量不多，可战力极强，冲入暗殿大军便开始大开杀戒。一时之间，战争全面爆发，刀光剑影都被那汹涌的涟漪所掩盖，喊杀声与哀嚎声交织在一处，随之而来的是那漫天的鲜血开始倾洒开来。楚风小友，我们又见面了。然而就在这时，一道阴冷的笑声忽然在楚风身后响起，回头观望，2个身影竟是无声无息的出现在了楚风的身后，是天道府府主以及人王府府主。这2位8品5帝的强者竟然没有去与联盟大军交手，反而来对付楚风了。楚风，今日你已无处可逃。而就在这时，又有一道阴冷的声音响起，而当那个声音响起的同时，一股极为浓郁的杀意更是扑面袭来。楚风再度回头观望，才发现那位竟是灭世仙人。天道府府主、人王府府主以及灭世仙人这3位8品5帝竟联手来对楚风，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有所预谋的，都知道楚风对于联盟大军的重要性，所以是想要捉住楚风，以楚风来要挟联盟大军。该死，混账！就在这时，阵阵怒喝不断的从那交战的大军之中发出，是炼冰仙人以及远古精灵的4位护法们，他们也都注意到了楚风这边，发现不妙，便想来支援。然而暗殿显然早有准备，那些缠住他们的远古凶兽根本就不给他们脱身的机会。暴怒之下，他们才气的破口大骂，看到了吧，楚风，现在可没有人能够帮你了。天道府府主笑眯眯地盯着楚风说道。与此同时，人王府府主以及灭世仙人的嘴脸也都很是丑陋，他们看向楚风的目光就像是看着一只蝼蚁，他们随时都可以将其捏碎。而听到天道府府主的话后，楚风竟也是淡淡一笑，随后对其说道：谁告诉你我需要人帮的？听着楚风这句话，再看到楚风那自信的目光，灭世仙人3位皆是神情一致，一股寒意不由自主的自心底而生。然而就在这一刻，楚风的眼中忽然闪过了一道雷芒，雷芒闪烁之间，雷霆羽翼以及雷霆铠甲也是一同浮现而出。此刻楚风的修为乃是6品5帝，站在天际之巅，散发着一种强横的感觉，那便是唯我独尊。感受到楚风这6品5帝的修为以及楚风此刻的磅礴气息，3人顿时神情大变，一时之间竟然慌了神，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关于楚风，他们再了解不过了。2品5帝的时候，通过特殊手段将席位提升到4品5帝之后，已是能够将7品5帝的无量仙人打成重伤。如今楚风竟然将修为提升到了6品5帝，那么就算他们是8品5帝，显然也不是楚风的对手啊。天境道光印发现势头不对，天道府府主竟然向后倒退，与此同时身体金芒大生，随后掌心之上便出现了一个四四方方的金色大印，很快的手掌对着楚风一轰，那金色大印便随之轰出。然而当那金色大印脱手之后，竟急速变大，眨眼之间便已有一座宫殿大有。此印一出，虚空都被震得支离破碎，一片狼藉。楚风认的这个招式，当年与天道府的第一弟子冷月对决之时，那冷月就曾用过这天境道光印，只不过此刻天道府府主再用，那威力可就胜过冷月当年所施展的数倍不止。天境人王斩。而在天道府府主出手的同时，人王府府主竟然也是出手了，且同样施展出了一招极为强横的天境武技，向楚风发动了进攻。2位人族最强者同时出手，且一出手就是天境武技，这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他们都想知道楚风要如何来挡。然而就在那2道天境武技轰然而至，将
将要落在楚风身上之际，楚风的体内竟传来一声鸣叫，那是属于冰雪凤凰所特有的鸣叫。而在那鸣叫传来之际，一股特有的寒气也是自楚风体内横扫开来，将其覆盖。而当两道天境武技触碰到那寒气之后，顿时爆炸开来。可爆炸所化的涟漪却瞬息被那寒气所冰冻，未能发挥出其真正的威力，更是未能伤及楚风分毫。天境武技冰雪凤凰破。就在这一刻，楚风忽然大喝一声，随后在那寒气之中便传来极为强烈的波动。忽然之间，那刺耳的鸣叫再度传来，只不过这一次已然不再是一道声音，而是无数道声音一同响起。而在那声音响起的同时，一道道寒芒自楚风体内飞掠而出，却急速扩大。那竟是冰雪凤凰，虽然只是虚影，可个个长达100米，蕴含极为恐怖的威力。此刻，足足数千只这样的冰雪凤凰正在向天道府府主以及人王府府主飞掠而去。糟了！见到这一幕，天道府与人王府2位府主皆是脸色大变，二人手腕一转，竟纷纷亮出了一件地冰。这2件地冰，人们都是第一次看见，但却蕴含着极为浓郁的远古气息，应该是二人刚刚得到不久，很可能是暗殿殿主所赠。地冰一出，二人战力大涨。但此刻二人没有对楚风进行反击，而是赶忙施展出天境级的防御型武技来抵挡楚风的攻击。2道天境武技像是数道堡垒一帮，将二人封锁得严严实实，且防御力非常之强。看来他们2个也意识到了楚风这攻击的强横，根本无法正面交锋，且逃无可逃。眼下这种情况，只能全力的抵挡。然而，当那数千只冰雪凤凰的虚影不断轰向二人布置的防御武技，发出刺耳的轰鸣以及耀眼的涟漪之后，人们惊愕地发现，不仅2位府主的武技被轰得支离破碎，二人也是支离破碎。人王府与天道府2位府主，他们不见了，连一个残渣都没有剩下，气息也是消失的彻彻底底。但绝对不是逃了，而是死了，因为他们的地冰还在，还漂浮在半空中，他们的乾坤袋也还在，也漂浮在半空中。死了，绝对是死了，是楚风将他们杀死了。至于地冰以及乾坤袋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乃是因为楚风故意留下。楚风竟只是一击便将天道府与人王府的2位府主给斩杀。刚刚那是怎么回事？那竟是冰雪凤凰。此刻人们震惊不已，楚风施展的乃是天境武技，这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而以楚风目前的战力，应该也只是与8平5地相同而已。可是楚风却用天境武技秒杀了2位府主。最重要的是，楚风这天境武技显然是冰雪凤凰的手段。楚风既然学会了冰雪凤凰的天境武技，这让人们怎能不惊？莫非这就是楚风小友所说的？而此刻，莫说是不明真相的旁人，就连冰雪族长此刻也是一脸吃惊。尽管楚风早就对他说过，在那珠子之中学到了天境武技，可连他也没有想到，楚风竟然学到了一个连他族人都不会的武技。按照他来看，楚风先前所施展的天境武技，恐怕比他冰雪凤凰一族目前所有的天境武技都要强。最重要的是，单用看的，他也能看得出来，这天境武技修炼难度应该很高，哪怕是他想要掌握也不容易。可是楚风居然只在1个时辰之内便掌握了，这当真是让他对楚风刮目相看。但是此刻情绪最为复杂的，那便绝对是灭世仙人。灭世仙人已经见识到了楚风的强大，连天道府与人王府的2位府主都被楚风一击斩杀。他有把握击败楚风吗？老实说他没有，真的是没有什么把握。但他却不想就此放弃，因为他的丧子之仇必须要报。若是现在不报，那以后也许就更没有机会了。楚风，让我们了断恩怨吧。于是灭世仙人鼓足勇气说出了这句话，甚至向来娘娘腔的他，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竟然难得的有了男子汉的气息。而此刻，楚风则是不慌不忙的将2位府主的地冰以及乾坤袋收入了囊中，这才转过身来看向灭世仙人道：“是该做个了断了。”话到此处，楚风的眼中闪过了一抹浓郁的寒意以及滔天的杀意。然而，当灭世仙人与楚风的目光对视之际，他却忽然脸色大变，面如死灰，就像是受到了惊吓一般。这个目光，他并非第一次看见。当初在嗜血杀阵之内，他当着楚风的面斩杀掉远古精灵的众位强者，斩杀掉仙喵喵，对楚风进行折磨与侮辱的时候，他也曾看见过。那个时候，楚风这个目光让他感觉可笑。可是现在再度见到这个目光，他却是毛骨悚然，连内心都在颤抖。因为在这一刻，他忽然意识到，他不可能是楚风的对手，绝对不可能。